我们的上班时间是几点？我去见客户了。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我跟您说过我要去见于先生，他非常乐意接受条件，所以他打算和他的外甥女签和解书了。你从哪里知道顾杰要挖光瑞？我同学啊，什么同学？我大学同学啊。王丽是他的老师，王丽跟顾杰现在是合伙人。那这件事情你昨天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昨天我没觉得这个很重要啊。不管你觉得重要不重要，你都应该把你知道的全部都告诉我。何塞要把范小天炒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炒掉的人需要我来接收吗？不是，丽娜姐，她不是这个。你闭嘴！你是我的助理，你是协助我工作的，而不是告诉我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现在请你出去，去搞清楚你这个同学的老师到底做过什么案子，跟光瑞是什么关系。去啊！你不应该把气都撒在黛西身上。那撒谁身上？如果他昨天告诉我，我今天在光瑞面前就不会这么被动。你可以问问黛西。黛西肯定不会离开罗宾的。忠诚是因为背叛的筹码不够。顾老师，黛西跟罗宾的关系很不一般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有人看到他晚上在罗宾家里。谁看到？就是反正外界一直在传。我认识他一个大学同学，等回头我再去确认一下。那现在都谁确定愿意过来？郑芒、小天儿，他们都愿意过来。好，他们来了，都给你管。谢谢你。咱们每人给小天唱首歌，祝小天前程似锦，祝我们的友谊长存，怎么样啊？好。来，我先开个头，我先唱了啊。这首歌呢是在我毕业的时候，我们老师带着我们唱的，之后就各奔东西了。在唱这首歌之前，我们老师对我们说，我们未来再见面的时候，很有可能就是在法庭上。我恳请你们记住，即使你们有一天各为其主，各自为敌，你们作为对立方的一生，不得不针锋相对，不得不剑指对方鼻尖的那一刻，我请你们每个人都记住。记住这一刻，我们曾经在一起，在这里，为了一个共同的梦想：文明、法治、进步、和谐。好。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？我们要做主人，去拼死在疆场。明天是社会的栋梁，人们今天是两个在一堂。我也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。巨浪是为同学们挥荡出力量，赶赴去天下的希望。巨浪，巨浪不可挡。师傅，我们先去趟望京吧。好。你跟我的门有仇吗？什么重要的事儿，不能明天再说吗？我记得您曾经教导过我，不管重要不重要，我只要知道什么，我全都要告诉你。喝的不少啊。是有人要挖你吗？对，不止挖我，而且还挖了范小天董静、毛燕、郑芒。看来瞄准的不只是我们的客户。顾杰瞄准我们的人，而王丽瞄准我们的客户，他们绝对是有分工的。王丽，
就是我之前跟您说的，我那大学同学以前律所那老师。你说的这个王丽，是不是一个木字边加一个乐？对，您认识他吗？您该不会跟他有过节吧？啊？他追过一个我认识的女生。琳娜？不是。那蓝红？也不是。那他肯定是追过一个女生，但是那个女生喜欢你，所以他就没有追上。你太庸俗了。那是怎么回事吗？这个王丽，之前跟我是高校网球队的。她追过罗琦，但罗琦最终喜欢上了季玉。然后季玉又是您最好的朋友。哇塞！你们这都什么缘分啊！我巧合吧？你这是什么表情？那为什么我今天下午在办公室跟您说到他的时候，您并不知道他是谁？因为你并没有跟我说这个丽是一个木字边加一个乐。那都不重要。八卦时间结束，我们要制定战斗计划。对，战斗，我们一定要开启客户保卫战。收一下制装费。制装？如果我要说战袍，你是不是就能理解了呢？战袍？我们的企业客户一份合同动辄几十亿、上百亿。我懂了。你是不是要带我去？是的。但是我不想让别人说我是一个特别苛刻的老板。自己的手下牛仔裤都破了洞了，都买不起一条新的。我这是休闲的时候穿的，我上班的时候不会穿。哎，老板，我前2天在唯品会上看中了几身战袍，折扣挺大的呢。你要不一起给我报了吧？不要得寸进尺。啊。你的客户谈得怎么样？马不停蹄晃了一圈，基本上按中。啊，光瑞呢？正在联系中，那就是还没搞定。会搞定。我接电话。喂，我是。嗨。哎，大家人呢？走了呀？去哪儿了？明知故问啊！真的都走了？老大，你的助理呢？我把他给炒掉了。你把他全送给了顾杰。这不过是一个助理而已。高峰呢？高峰本来就是顾杰的人啊。毛岩、董进还有郑芒呢？不，您怎么了？我今天刚刚接到人力资源的电话，说是这几天不断的有人往他部门里送辞职报告。照这个速度，我们的助理都没了。我们可以上猎聘，再找几个更优秀的。更优秀的？您就因为走几个助理，您跟我捶桌子啊？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人，你把他送给顾杰了，给叛军送了这么大一个开野花篮。这不是我送的，是他们自己要走的。你自己要反思。黛西为什么没缺？您是说我在帮着顾杰挖我们全景的人？我警告你，如果你继续做损害全景的事儿，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你赶出去。光瑞联系上没有？他一直不接我电话。
那就继续联系。我会一直给他发短信、发微信、发邮件，直到我联系上他为止。我知道为什么光瑞和王丽打得火热，但是不接您电话，不回您邮件了。为什么？我刚刚看到一条财经新闻，说重点。千度的总裁，他接受了一个采访，在采访的时候他说到，如果我们要占领未来市场，那么光瑞的大数据还有我们的搜索排名，简直是天作之合。王丽不是千度的律师，如果他刚巧是呢，那他会不会用这个身份去接近光瑞，而光瑞会不会因此而动心？那就是天上掉馅饼。所以呀，我们现在就应该要找到更大的馅饼才行。我们找不到。您没找呢，怎么就知道找不到？我不是在指导您工作啊，这是您之前教我的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王丽说你们有矛盾，怕你曾经年搞事情。但是王丽她并不是千度的律师，也不是他的法律顾问啊。他有一个朋友呢，是一个基金的代理人，这个基金控制千度，所以说这是天作之合。你是想说服我放弃？不，我觉得你应该接受。我希望你能理解，如果我要接受的话，必须同时接受王丽做我的法律顾问。那当然，毕竟他的朋友控股千度。谢谢老毕，不客气。那咱们以后还是朋友？当然是朋友。我有一个小疑问，你说，王丽她为什么要拿那么大的馅饼去砸你呢？他说他喜欢成人之美。光瑞，这件事情不管最终怎么样，咱们俩这么多年朋友，这么多年哥们儿，如果说你相信我，你是不是可以？你想看我跟王丽的协议？万一不是馅饼，是陷阱？多加一个小心，总没坏处。哎，王老师，您是为了拿到合同，所以才以退为进的吧？为什么你就不能把我往好处想？我这就是把您往好处想啊，因为我知道您内心根本就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天上掉馅饼这回事儿。没错，我确实不相信，确实不相信他们可以给出光瑞这么好的条件。所以说，我们必须尽快查清楚，这里面到底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。哎呀，我印象里你很少喝酒啊。对，我很少喝。你喝点酒吗？你是约我来喝酒的。柠檬水，谢谢。谢谢。你把我们精心培养的助理都给挑走了？没有都挑走，只挑了一些最优秀的。那你为什么只挑士兵，不挑培养他们的将军呢？因为士兵比较年轻，将军更有经验。拳怕少壮。你是在拒绝我？我了解你，什么意思？
你会把你的客户从全景带过来给我们吗？不会。你如果不带客户过来，我没有办法让你直接成为高级合伙人。为什么？你知道我的能力。我要说服王丽，王丽带了她的客户来给我们。如果你两手空空来了就直接晋升为高级合伙人，对王丽不公平。封印不会答应的。封印根本就是在利用你，他在拿你平衡罗宾。我们非常欢迎你的加入，但是你至少要带一个客户进来。但如果我必须得带客户到你们律所，你才可以让我做高级合伙人的话，那么我为什么要去你们律所呢？我可以去任何律所，任何律所都会让我做高级合伙人，甚至可以让我去进管理委员会。我可以建议你去龙科跟廖佳敏并肩作战。封印会怎么想呢？一个是他的旧部，一个是他的前未婚妻。来，什么事儿，老大？我今儿一上班看到了这个，什么东西？何塞的辞职信。辞职理由呢？个人原因。我要是他，我就说，因为我把我的助理赶跑了，我深感愧疚，引咎辞职。我确实因为这事儿向他吼了一通。您的意思是说让我去找他，跟他解释，您并不是想把他赶走，只是打是亲，骂是爱。我向他嚷嚷，是想让他换位思考一下。你看他今天骂这个，明天骂那个，我要让他尝尝他被骂的感觉。老大，您太厉害了，我就这么跟他说。好。果不其然，王丽给光瑞挖了好大一个坑，光瑞会被骗得很惨的。你一夜之间就读完了 MBA， 我有一个优点，自知之明，不懂就问。所以你问了何塞。对，我记得以前小天跟我说过，千度最早是何塞老师的客户，所以我想何塞老师应该会比较了解。咱们3年前就解约了，这是何塞心中的痛，他从来没跟任何人提过。但他跟我提了，他告诉我说他特别看不起千度，千度已经用这样的方法消灭过很多竞争对手了。看来你确实有这么一点点的进步吧。记住，他们买光瑞的目的，就是为了把光瑞树至高阁。很多品牌都是这么消失的。光瑞拿到几十亿，然后他的公司和品牌就不复存在了。你去找何塞干什么？问他想吃什么，我请他。那你呢？好久不见，罗宾，好久不见了。一个人啊？约的人还没到吗？你干嘛不直说光瑞来不了？我怕你接受不了。哼，我没关系啊，我就是想打一场球而已。怎么着？要不咱俩打一场？不，我不跟无赖打球。我跟你说啊，无论什么运动，球员在场上难免都会犯规，但是犯规不代表他就是无赖。那这么说，你承认你给光瑞挖坑？嗯？你的样子真的很令人生厌。令你生厌不能说令人生厌，你不代表人类。约到何塞了没有？没有，他手机关机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到哪里能找到何塞？请给我一个位置。
风景不错啊。你为什么不去上班呢？如果我去上班，你在这儿见到的就不是我了。你到底想干嘛呀？我要离开全景。顾姐给了我更好的条件。不会的，我知道你在赌气。不，我这是经过了深思熟虑。你好好的，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跟你好好谈谈。我没时间，我也不想谈。你就是走，也不能现在走。我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。站住！站住！你能不能别这么任性啊？我为什么不能任性啊？啊，你成年累月的任性，对吧？你想炒客户你就炒客户，你想拍桌子你就拍桌子啊！你翻脸比翻书都快，你那都不是啊任性，你那是跋扈。我从不对自己人。你现在走，就等于是在全景最艰难的时候给全景插了一把刀。难道我要留在全景，等着你们给我插刀？没有人给你插刀，那是没插你身上。封印把我插的都快成刺猬了，你看不到吗？何塞，你要理解他，他现在压力很大，他不是在针对你。前段时间因为光瑞的事情，他不也冲我嚷嚷吗？是你现在已经把光瑞的问题解决了，对吧？可是我怎么办啊？那些走了的助理，我不能把他们拉回来了。没关系，只要你在，我们可以培养新的。我跟封印也是这么说的，可是他呢，跟我拍桌子。那是因为什么？你也知道，顾杰另立山头，四处造谣抹黑，说我们所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有心思在做业务。你这时候把助理开掉，就等于是给顾杰递过去一把刀子。所以封印情绪失控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他要为他的情绪失控付出代价。但现在我替他向你道个歉，行吗？不行。那请问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也知道啊，我留在全景是没有前途的，因为你永远挡在我前边。我们俩发生了任何利益冲突啊，永远是牺牲掉我。你我之间有了矛盾，有了分歧，封印也永远是站在你的一边，对吧？我不是妒忌你啊，我是觉得这样不公平。既生瑜，何生亮啊？咱俩就不应该在同一个律所啊，咱俩应该分开，分属不同的阵营，一较高低。你的意思是，未来你想成为我的对手？对，我们俩不在同一个律所，就不用互相再回避了啊！咱们俩可以作为同一个案子矛盾利益的双方啊！我一想到咱俩会同时出现在法庭上啊，我就有点迫不及待。幼稚。看好了，封印他求你让我把它收回。哎，我如果明天在律所里见不到你来上班，我就把你从我的好友列表里彻底删掉。好友列表里，我在他的好友列表里。好友列表，好友，哦！对不起，我迟到。你以前说你最痛恨迟到。是的，我以前从来不迟到，我包括每周五跟我的理发师约理发的时间，我都没有迟到过。今天是一个例外。例外的原因呢？我遇到了点事儿。跟我有关系的事儿吗？跟你有一点点关系。你说。你好，请问需要什么？啊，来瓶水吧。好的，请稍等。你说。
我得先跟你说明一件事情，在我们开始其他事情之前，什么事？你委托我的事儿，我跟你查清楚了。你姐夫在去世前10天的时间，他把自己名下的所有的股权以极低的对价转给了孙超越，这是一笔涉及100亿资产的股权变更。啊？你听我说完，我本来呢是打算离开全景，去一家新的律所，你呢会是我去新律所的第一个客户，你的这个案子会是我去新律所的第一个案子。然后你说，哎，谢谢。那现在呢？罗宾的把我的辞职信给撕了，你看。撕了你就重写一份呗。如果你真的想走，你认真听我说，我现在决定，我不走了。你走还是留下，对我来讲真的无所谓。我要的其实就是……我知道你想要什么。你确定你姐夫没有给你姐留下任何遗嘱吗？现在有个事儿，对你姐特别的不利。是不是有人造谣我姐？是我姐为了钱才嫁给我姐夫的。然后我姐夫知道这事儿以后就不爱他了，过年也不跟他一起过。还有比这更不利的。我姐夫为了不让我姐占到便宜，他早就安排好了，所以我姐她什么都没得到，也不让她得到任何东西，对吧？对。那如果我姐跟他打官司，这场官司能赢吗？我现在没法给你承诺，但是如果你是法官，2个故事，一个故事，富豪突然间去世，100亿家产被小叔子霸占；第2个故事，美女图财嫁富豪，富豪将自己所有的资产留给自己的亲属，美女妻子竹篮子打水一场空。这2个故事，你更愿意相信哪一个？我下来上班了，但是你要先去丰音办公室，他在等你。合同我打印出来了，到时候您呀帮我过目。来，慧慧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前段时间呀家里出点事儿，没顾得上你们这边啊，都能理解，请坐。关于这1650万的事儿啊，我认，但是话呢，咱得说清楚。因为之前这个合同啊，蓝红签的，我哥并不知道。但是现在要付这笔钱，那咱就得名正言顺，重新签个法律协议。之前那个作废。罗宾还没有来，在老大办公室。哎，有客户。谁呀？新合同的意思就是说呢，我请罗律师做我的私人法律顾问，这笔钱呢就算是顾问费。这和过去的意思差不多，有一点点不同。之前啊，是我哥的法律顾问，就因为我哥现在已经不在了，那么现在呢，我是想请罗律师作为我的私人法律顾问，绝不可能。哎，这为什么呀？因为您是被告，我们是原告的律师。我是被告，我被谁告了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你嫂子，你哥哥的遗孀。蓝红告我什么呀？我听听。你侵吞了你哥哥的遗产，欺负他们孤儿寡母。我还没告他呢，他反过来告我，推杯垫倒是吧？哦，潘金莲告上武松了。哎，众所周知，你哥哥以前得过胆管癌，动过手术，所以说你哥哥的病以及他的离世跟蓝红没有任何关系。怎么没关系啊？蓝红要不是天天气他，他可能脑梗吗？可能生病之后还不见他吗？你哥哥之前留下遗嘱了吗？当然留了。
遗嘱怎么说的？遗嘱里说，所有的财产跟蓝红1分钱关系都没有。那跟谁有关系？跟我有关系啊。所有的财产都归你一个人所有。我今天来呢，不是要在这儿啊谈论遗产的继承问题，哎，我是来谈这法律顾问的合同的事儿的。可你们现在这儿冲出一律师来，跟我说我被告了，而且还是原告的法律代理，这有点荒唐吧？哦，对不起啊，这事儿我也是刚听说。何塞，你跟那个兰事先签了代理合同没有？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我过来就是来跟您汇报这件事儿的，正在进行中。那就是还没签。那个，冯主任，罗律师，我对法律呢也略懂一样。如果你们跟我签了这个代理合同，你们就不应该接跟我有利益冲突的任何一方了。咱换句话说，咱不用换句话，咱们就直说，我们作为蓝红的代理人，就不可能做你的代理人啊，也不可能给你提供任何法律服务，否则我们就会违背利益冲突原则，也会违背我们作为律师的职业规范。哎，这怎么呛你生意啊？不，我们是搭档，不存在谁抢谁的生意。行，你们是律师，你们不做生意，我是做生意的，我给你们算笔账，好不好？这个合同一签，你们律所立马就能收到这笔1650万的顾问费。你等等啊，如果我们做了你哥哥遗孀的委托人，按照行业参考价，律师费按照争议标的额的1.5%到8%之间收取，那我们的律师费就会达到1.5亿至8亿之间。我们也会算账。你算的呀，只是你自己的账，我帮你算算罗律师跟你们整个律所的账，好不好？除了这笔1650万的顾问费之外，打官司如果真的产生诉讼的话，这钱是单算的呀。罗律师，他付你多少钱，我一样照付，甚至更高。一旦蓝红发起诉讼啊，罗律师是不可能做你的代理人的。为什么呀？蓝红是他前女友。罗律师，这你应该更了解蓝红了呀。他是什么人，你知道吧？啊，众所周知，背信弃义，太贪婪了。哎，之前是因为啊给我哥做法律顾问，做着做着成我嫂子了，这不明摆着冲我哥钱来的吗？我哥早就看出来了，早就有全套的防备，所以1分钱都没给他，让他竹篮打水一场空啊。孙先生，对不住，我可能真的不适合做你的法律顾问。为什么呀？老天长眼，天赐良缘，给了你一个报仇的大好机会啊！他不是那种人。我对上号了，你不会是那个前男友吧？哎，我可早有耳闻啊，之前人要结婚了，请柬都发了，结果结婚之前遇上我哥了，把你给甩了。如果要是这么能对上号的话，我太能理解之前为什么跟你签这1650万的合同。哎，你这话说的不对啊，那是因为你们1审、2审都败诉了，我跟他签的是风险代理合同。如果我不能胜诉的话，那这钱也到不了我们手里。我说你怎么那么可爱啊？啊，你怎么不想想你怎么接的呢？要不是因为你的搭档跟他的老情人有关系，你可能接吗？哎，干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打架是吧？好听点。我就说了，哎，我就说了，怎么着吧？你现在就是。找罗宾啊，他不在，他去封印办公室了。琳娜姐，打起来了！罗宾老师在封印办公室跟人打起来了，拦都拦不住。安之联起我就算了，你个西门庆也跟啥上外边？住手！就说你西门庆。
律所培养你也不容易，希望你能留下来。何塞老师应该跟你也谈过了，你再想想。那我就先不辞职了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罗宾打起来了，在主任办公室。哎，怎么打起来？现在知道疼了，以后我跟人打架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别抱着我，你去抱对方，抱别人？罗宾那意思呢？你抱着别人，他就好打了啊！你抱着他，那他就没法打人了。行了行了，你们俩，刚才亏了是抱着你，这要是没抱住呢，你出手没轻没重的把人打伤怎么办啊？我还没出手呢。对，我跟你说啊，只要你一碰着人家，人家就可以报警，万一验出点轻伤来，直接把你就给拘了。对，你要是被拘了，被吊销了律师资格证，你就当不了律师了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就不当，我卖咖啡去。你以为咖啡是你想卖就能卖的吗？谁找你这样的大叔卖咖啡呀？没人找，我自己开一个，就叫大叔咖啡。从咖啡师到服务员，必须全是大叔。行了行了，越说越没边儿了。大谢，你可以走了。谢谢了啊。哎，怎么了里边？打起来了？哎，你不是去顾杰老师那儿上班了吗？准确的说，我已经递交了辞职报告了，但是还没通过批准呢。我怎么听说何塞把你留下了呢？你知道？现在我们大家可都知道了，你可以接机长航事了。我提交辞职报告又不是因为待遇问题，那是因为什么？因为讨厌何塞？你别造谣啊！我可一点都不讨厌何塞老师。看来何塞老师的挽留很成功嘛。我跟你说点事儿啊。什么事儿？咱俩出去吃个饭吧，到饭点了。啊，好。你看他干什么？就是因为你对我们律所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啊！不，我是在给咱们律所争取一个100亿家产，正在争取，就是说还没有争取到。我一定会争取到的。那万一没争取到呢？那是不可能的。你知道吧？刚才那份合同只要一签，即便是蓝红向孙超越发起了诉讼，咱们作为孙超越的律师，不管案子输赢，都能得到一大批预付款，知道吗？他怎么走了？你也可以走。不，我们2个可以一起来代理这个案子。那前提是，你必须签下来。当然。何塞，鲨鱼的嗅觉是非常灵敏的，它可以在海水里嗅出哪怕是100万分之一的血腥味儿。您这话什么意思？律师就像鲨鱼一样，他能在海水里嗅到几公里之外的血腥味儿。这种血腥味儿可以把他们很快地带到受伤者的面前，然后他们把受伤者当作猎物客户。我要见到白纸黑字。委托协议，我这就去办。你知道吧？刚才那份合同只要一签，即便是蓝红向孙超越发起了诉讼，咱们作为孙超越的律师，不管案子输赢，都能得到一大批预付款，知道吗？他怎么走了？你也可以走。不，我们2个可以一起来代理这个案子。那前提是，你必须签下来。当然。何塞，鲨鱼的嗅觉是非常灵敏的，它可以在海水里嗅出哪怕是100万分之一的血腥味儿。您这话什么意思？律师就像鲨鱼一样，
它能在海水里嗅到几公里之外的血腥味儿，这种血腥味儿可以把他们很快地带到受伤者的面前，然后他们把受伤者当作猎物客户。我要见到白纸黑字。委托协议，我这就去办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在你跟孙超越翻脸的时候，你都看见了。我觉得你特别的慢。应该的。你怎么了？很明显吗？挺明显的。你眼睛怎么了？肿了？是发炎了还是怎么了？我跟我姐吵了一架，我姐把我惹哭了。你怎么能这个时候跟你姐姐吵架呢？我也没有想跟她吵啊。但是你看吧，你姐姐她这不是刚刚失去丈夫吗？你不能这会儿，你应该忍着她点儿。今天是我姐姐信用卡的还款日，往常她那信用卡都是她老公给她还的，是跟她老公一起的信用卡绑定的。今天银行给她打电话了，说她的信用卡余额不足。我姐都没明白怎么回事，就给银行打过去电话，就问她怎么回事。后来发现银行账户全都被别人转走了，而且就这2天转的。我当时就跟她说了，她应该赶紧报警。你坐。但是报警了吗？报了。孙兆月手上有一份遗嘱，是当时我姐夫留给他的，就说我姐夫生前的遗产都由他来继承。孙超越就是拿了这份遗嘱，去找了银行，办的转账。他们太过分了，你跟你姐说，咱们起诉他。我跟我姐姐说了，可是我姐姐就说她要再想想。我说你一直想，一直想，一直想，别人都把账户里面的钱全都转走了，你还要再想？兰兰，你不应该这么跟你姐姐说话，啊！你这样跟她说话，你多伤害她呀！你想想，她刚刚失去老公，正是沉浸在痛苦之中的时候，啊！你说谁能成想，她老公尸骨未寒呢？啊，然后银行里边所有的钱就都被自己亲弟弟给拿走了，对吧？这不是你姐姐的错误，你不应该埋怨她。我没有埋怨她，我就是觉得现在我姐姐的情绪她太悲伤了，她不利于处理这件事情。我想让她把这件事情委托给我，我给她找律师，可是我姐姐不同意，她就跟我吼了起来。你跟你姐姐推荐了我，然后你姐姐不同意，她是不相信你呢，还是不相信我呢？还是说？他要找其他律师，他要找罗宾，我不知道。反正我跟他说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就跟我急眼了。他让我以后不要管他的事，他让我滚。那你坐下，你坐下吧。这样，我来想办法，啊！你先不要急，好吗？你先回去，我一定会想出办法的。我求求你了，只有你能帮我们了，你一定要帮我。一定。帮我问一下你那朋友孙超越，下一次什么时候去打网球？我不问。好，那我自己问。我有他微信。他叫什么来着？罗宾。前段时间我记得他还
发朋友圈。那女的好面熟啊，她是蓝红的妹妹，他们俩怎么会走到一起去？她是蓝红的助理。我知道她是蓝红的助理，她叫兰兰。我是问她怎么会和何塞走到一起？你把我电话给我。不给，你先回答我问题。他来找何塞有事儿，何塞出于礼貌把他送出来，所以他们走在一起。你说的是走在一起，你说的呢？走到一起，这有什么区别？当然有区别了。走在一起是指两个人并排走在一起，走到一起是说这两个人有事情。你也太敏感了吧？我看到了爱的种子，就一点点哦，但是很快就要破土而出了。我想起来了，原野，你那朋友叫原野，你不许跟他联系。如果他主动跟我联系呢？也不许。你怕什么？怕我去撒种子，还是怕他破土而出？我是不允许你通过原野联系孙超越。那我通过别人。通过谁也不许，就是不许你联系孙超越。邂逅呢？你敢？要么我们一起吃个饭吧。不了，谢谢。我还有好多事儿要跟你说呢。那我们去办公室。啊。我呢，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，就是不跟客户和客户的亲属吃饭。可是我们还没签约呢。那就更不能吃了。为什么？我不想让别人误解，我为了接你姐姐的案子，跟你吃饭是为了联络感情。谁会这么无聊啊？这是我的原则。如果你相信我，如果你找我，你就要尊重我的原则。我从来都没有见到过像您这样严于律己、尊重原则的人。您不像活在这个世纪的人。电梯又来了。何塞让我找小天，说让小天也回来，但是我一跟小天说这事儿吧，他就急，跟疯狗似的。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去找小天吧？你跟他熟啊，你开口他肯定回来。人各有志，小天和你不一样，你是辞职被挽留，而他呢，他是被炒掉的。总不能说你想炒人家就炒，你想人家回来，人家就得回来吧？哎，对了，你是不是有个同学叫孟小雨啊？那天看见你们俩在电梯，我没敢认啊。他长胖了一些。你们熟吗？还行吧。怎么了？他有没有跟你提起过我呀？提了。啊，也没提什么，就是你们之前是不是还是挺熟的？他说的所有东西，关于我的，你都别信。当然啊，关于你的，我肯定也不会信。我再多说一句啊，别让太多人知道你们两个是大学同学。如果有人要问起来，你就说不熟，还行。来，老师，您找我？把衣服脱了。脱衣服？对，好。
我要送你一身西装。来，不是，何老师，哎，别客气啊，给他量量。何塞老师不用，我给他量。我一直看你这身衣服别扭啊，穿在身上窝窝囊囊的。我们干律师这一行，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仪容和仪表。佛要金装，人要衣装，啊，穿衣服穿的不是衣服，穿的是修养。课堂103，做完了给你送到哪儿？当然送到这儿来。他是我们律所的啊，他是我们律所最优秀、最年轻的律师。好，那您先忙着，我们先走了。好，谢谢，再见。我会让你以最快的速度荣升我们律所的初级合伙人。你不会去顾及他，你肯定不会去顾及他。他们别人在那儿传瞎话啊，都传到我耳朵里了，说是人力啊把你的辞职信交给了封主任。我当时我就给否认了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对吧？这是你的签字吗？这是我的，这不是你的签字，这是我的签字，这就不是你的签字，你看错了，我认识你的签字。是封主任没有批准我的辞职吗？不，你从来没考虑过辞职的事儿，你从来没有写过这封辞职信。顾杰是你的老师，但是他绝对不能把你从我这儿带走啊！你不是他的个人财产。坐。这是一份新的合同啊，我们给你加薪30%，你不用客气，这是你应得的。而且从今天开始，你跟着我，协助我管理所有的助理，所有这些人都归你管。综合果仁充个电。何塞把高峰也给留下来了。你不会真的打算？我经过再三思考，决定听取你的意见。作为一个律师，约架打架的确都是不文明的行为，所以我决定用文明的方式来解决。在法庭上，以事实为依据，以法律为准绳，打他孙超越一个满地找牙。需不需要我提醒你一下？蓝红找的可是何塞，找何塞就是找我。你哪来的自信啊？哎，我刚听一小八卦，何塞刚才把兰兰送到电梯口，然后两个人飞吻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不骗你，就这个动作。兰兰都已经上了电梯了，何塞还自己在那儿飞呢。行了，别再说了。为什么？蓝红的妹妹和何塞好了，如果他们真的成了一家人，何塞已经走到门口了。你们为什么这么看着我？我们看见你走过来了，所以我们摆出了欢迎的架势。我没时间跟你们开玩笑啊，丽娜，你先出去一下，我有事儿跟罗宾说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要说什么？丽娜，不，我要说什么？他要说你跟蓝红，我跟蓝红怎么了？你搞不定蓝红，想让罗宾跟你一起去搞定蓝红。不全对，那就是蓝红压根儿没有决定让你当他的代理律师。去哪儿？你希望去哪儿？
我已经做过一些调查了，在孙浩瀚已经被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的情况下，居然还参加了北京、上海、青岛3地的股东大会啊，而且还签署了文件，把自己名下的所有的股权以极低对价转给了他弟弟孙超越，而作为法定继承人的蓝红居然什么都没得到，这一点太不可思议了。我平常不亲自开车的。那你司机是病了，还是家里有事儿？我是怕司机在，有些话你不太好说。对，我们这个案子现在一定要保密啊，尤其是现在这个合同还没有签署的情况下。封印跟我说律师啊都是鲨鱼啊，闻到一点血腥味立刻会出动。如果其他律所的律师知道蓝红他要打官司，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找到蓝红。我不是怕司机嘴不严，我是怕当着司机的面你抹不开。我有什么抹不开的？你好好想想，你有什么应该让我知道的事情没告诉我？既然咱们是搭档，我掌握的所有的情况，我都跟你分享了。那就是我耳朵聋了。有人跟你说我什么了？你自己好好想想，好好想想。我告诉你，我就是把兰兰送到了电梯上，然后飞吻。没有，绝对没有，那是误传。咱们电梯里可是有监控录像的。不，那就是一个动作。对，动作。吻、拥抱、抚摸，都是动作。不，这些动作什么都没有。但是你知道他喜欢你。我没问过他，我没法回答你。那你喜不喜欢他呢？我没认真想过，以后再跟你说。果然是发芽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给你讲个故事啊。你说。扁鹊见蔡桓公，我知道啊。扁鹊见蔡桓公，扁鹊跟蔡桓公说：“君有疾在腠理，不治将恐深。”桓公曰：“寡人无疾。”翻译成白话文，就是扁鹊跟蔡桓公说：“大人，您有毛病，如果说不治呢，恐怕以后会加重。”而蔡桓公说呢：“说我没病。”然后呢？然后扁鹊又见了2次蔡桓公，都跟蔡桓公说他有病，而蔡桓公呢都说自己没病，而且蔡桓公他还不高兴了。等到蔡桓公真的有病的时候，他想去找扁鹊，结果扁鹊已经去了秦国，桓侯遂死，蔡桓公他就死了。你知道就好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说我有病啊？恋爱有时候也被称为得了一场病。我没病，寡人无疾。我和兰兰啊，确实是什么都没有发生，起码目前什么都没有。君有疾在腠理，不治将恐深。我们都是成熟、理智的成年人，一段感情是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能够决定是否要开始。那你的意思是你们还没有经过深思熟虑，还没有想好是否正式开始？对，我们还没有深思熟虑。那你并不否认他喜欢你，你也喜欢他，所以你们已经产生了彼此喜欢的小萌芽。不是所有的小萌芽都能够生根发芽，长成参天大树，最后结出果实。但是你承认你们发芽了。哎，你别绕我行不行啊？我和兰兰目前是不会谈恋爱的，因为我是一个有职业操守的律师。我不记得律师职业规范里有哪条规定，律师不可以跟客户的妹妹谈恋爱。但是我绝对不能让别人说我何塞搞定了一个客户，是因为搞定了客户的妹妹。对，我不是这样的人。我说你今天怎么这么冲动呢？我怎么冲动了？那是什么让你冲进了封印的办公室，跟孙超越针锋相对呢？正义感。我还以为是荷尔蒙呢。就是正义感。荷尔蒙也不丢人，我没觉得荷尔蒙丢人，但是你把正义感归于荷尔蒙，那就等于你是侮辱了我的专业。
更侮辱我的感情。好，尤其是侮辱了我的职业操守。好，郑一凯，你赢了。那现在兰兰知不知道，你短期内不想跟他谈恋爱？应该知道吧？什么叫应该知道？这个问题重要吗？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，偶尔扇动几下翅膀，就会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。是的，蝴蝶效应。我不是蝴蝶。千里之堤毁于蚁穴，你是蚂蚁更糟糕。我也不是蚂蚁，也不是蝴蝶，不是蝴蝶，也不是蚂蚁。好，赢了，不是我赢了，是我又赢了。我刚才已经赢过你一次了，正义感，对吧？我现在是第二次赢，第二次赢叫又赢了。我们可能碰到熟人了。谁呀？顾杰。你没看到他的车吗？你跟顾杰的司机熟吗？你是想让我问问他，顾杰为什么到这儿来，几点来的，跟谁一起，是吗？他的司机是他的心腹。你想，顾杰离开律所，他的司机也跟着走了，他应该什么事都知道。人家是顾杰的心腹，又不是你的。再说，就算什么都知道，为什么要告诉你呢？万一他智商不高呢？你总是习惯把别人想的比较蠢。我从来没认为你很蠢。他们为什么不上车，站在路中间啊？也许是想等我们走过去的时候，伸出腿来绊我们一脚。那怎么办？我是说，他待会儿要真伸出脚来的话，踩过去，然后说对不起。这么快又见面了？对啊，孙超越先生现在是我们的客户啊，那是因为我们拒绝了他。我希望你们能够说服郎红女士，接受我们的条件。你们什么条件？我们受孙超越先生的委托。太啰嗦了，说重点。重点就是，郎红女士如果选择再嫁，孙先生将会赔付一笔嫁妆；如果选择不嫁，那么孙超越先生会按月支付她一笔生活费。生活费的多少，我们可以谈。那我们还是法庭见吧。法庭见。法庭见。下手真快啊！你说是孙超越找的他们呀，还是他们找的孙超越？这个问题非常好，但是你应该问兰兰。我姐刚才发了好大的火，我们早点来就好了。你们都知道了啊？孙超越找了2个律师，来跟你们谈条件。太过分了！他跟我们说啊，孙浩瀚所有的财产全都是孙家的，说我姐就是一个外人，还给我们念了一遍孙浩瀚的遗嘱，说按照遗嘱上说，我们就是零继承，包括这套房子，都不是我们的。你说气人不气人？姐，罗宾和何塞来看你了。我认识他们。你们喝点什么？你们是来毛遂自荐的吧？我们不是毛遂啊，但是我们确实希望你能够信任我们，把这个事情委托给我们。我不会委托任何人。
你不打算起诉了吗？打算，但是我没钱请律师，我的信用卡全部都被冻结了。我们可以给你做风险代理。就是打赢了给钱，打输了就不用给。我知道什么叫风险代理，但是我不能输，我承受不起这个风险。你看啊，你也做过律师，律师不能100%的承诺胜诉。就因为我也当过律师，所以我才不打算请律师。为什么呢？是你不相信律师，还是不相信我们？我自己就是律师，我为什么还要花钱请别人呢？你确实当过律师，但是你已经很久没有职业了。那是因为我嫁人了，所以我现在打算复出。复出？对，重操旧业。那你也不能拿自己的案子练手啊。那你觉得我拿谁的案子练手更合适呢？你找些无足轻重的啊，哪怕是输了也无所谓的。什么案子是无足轻重，输了也不太所谓的？对于律师来说，再小的案子，对于当事人来讲都是天大的事儿。谁会把自己天大的事拿给一个律师练手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我不管你什么意思，反正我绝对不会把自己性命攸关的事儿交给别人。何塞嘴笨，他的意思是说，是你做过律师，但是你已经离开很久了，对这个行业会有些生疏，所以他建议你先从一些基础的工作做起，不要一上来就打生死攸关的官司。对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我凭什么要从最基础的做起？我跟你曾经是同事，如果不是我结婚离开律所，我不会做得比你差。这是给你的。什么呀？你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于叔叔送你的，为了表示他对你的谢意。哇，这可是于叔叔手工做的。他手工做的，这什么呀？这是？他是一个工艺美术师，做的什么我也不知道。既然老人有这片心意，你收着就完了啊。谢谢谢谢。谢谢，谢谢。不对，你肯定有事儿求我，对不对？嗯，我是有事儿求你，哎，但不是工作的事儿啊，是我个人的事儿。嗯，我想请你帮我一忙。嗯，边吃边说，你动筷子。我不的，我怕到时候你跟我说了我帮不上忙，怎么我还吐给你啊？那你要帮不上我忙的话，改天你请我吃一顿啊？不要，我最讨厌的就是欠别人人情。赶紧的，先说。行，是这样，我不是马上要出国留学了吗？嗯，我爷爷现在岁数也大了，他的身体状况你也知道，我还是对他有点不放心。哎，你平时没事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去养老院看看我爷爷，跟他说话什么的？当然没问题了。哦，就这事儿。然后万一啊，我说是万一啊，如果我爷爷病了，他需要签字，万一我要是赶不回来，你能签吗？爷爷没有其他的亲人吗？我爸去世的比较早，我妈后来又结婚了，他身边没有其他亲人了。那你觉得要不要给爷爷找一个意定监护人啊？哎，我找你想帮我的，就是这个事儿。爷爷他知道咱俩分手了吗？我没跟他说，我爸跟他说完以后，他有本东问西的。没事啊，如果你要是不想帮这忙，或者说你要为难的话，我再想其他办法。该吃吃，别影响咱俩吃饭。你还要主食吗？我给你点一个。你要给你爷爷找意定监护人这事儿，他知道吗？知道。他有没有给你什么候选人名单之类的？给了。我啊？除了我，还有没有其他候选人啊？于叔叔呢？于叔叔，他多大岁数了？说的也是。我爷爷是认识你，他也信任你，没事儿。你要是实在那什么，我就跟他实话实说。
那他岂不是很失望？半辈子都过来了，什么失望事没见过呀？还不差这见了。哎，行，真的啊？嗯，答应了。这是什么？一顶肩负协议啊！你先看看，看看。哎，你要是觉得没问题的话，过2天我带你公证去。你都已经准备好了。我从来不打无准备的仗啊。那我问你，如果我要是不答应呢？啊？您不要紧吧？您要不要叫救护车呀？不是，我刚刚在划船呢。你家有海啊？好山鸡。哦。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的山？啊，我听罗宾说的。等一下啊。请进。请坐。嗯。什么事儿啊？我姐知道我喜欢你了。今天你们刚走，我姐姐就问我了，问我是不是喜欢你，我说是。然后我姐姐就问你是不是也喜欢我。那你怎么说的？我说喜欢。你，那没事儿。那然后呢？难道你不喜欢我吗？我没有。但是吧，没关系的哈。然后你姐姐是怎么说的呀？她问我咱俩发展到什么程度了。就是压根儿还没有开始嘛，对不对？或者说是还处于萌芽状态。萌芽？对，就像生病一样，这别人吧都没看出来，甚至呢我们自己都没有感觉到。但是如果是名医的话，那就已经看出来了。你说我姐姐是名医呀？你就直接跟你姐姐说呗，这实话实说，对吧？你就把实际情况你告诉你姐，咱们俩之间这事没什么可撒谎的，你就实说就行了。我就是跟我姐姐实事求是的说的，我说我们2个人现在呢是彼此喜欢的阶段，并没有实际发生什么。但是我姐姐就问了，你们2个人为什么没有实际发生什么呢？我说因为何塞老师是一个特别有原则的人，他不喜欢把工作和感情混为一谈。我喜欢有原则的人。谢谢你夸奖，你懂我。那然后呢？然后我姐给我讲了一个故事。什么故事？他有一个朋友是律师，男的。这律师呢还有一个朋友是大老板的儿子。后来有一天大老板犯事了，就给抓起来了。抓起来之后，这个儿子就来咨询这个律师，因为这个大老板把所有的资产都过到了这个儿子的名下。然后这个律师就给他这个傻儿子出了个建议，就是让他跟他自己老婆离婚，把这所有的财产都以离婚财产分割的方式放到他老婆的名下，然后让他老婆带着自己的孩子移民到海外去。你知道这个故事啊？我当然知道这个故事，这不是个故事，这是个真事儿。后来他这个傻儿子呀，就听了这个律师的建议，把所有的财产给了他老婆，让他老婆带着儿子移民到海外。他想等事情都过去之后，再跟他老婆复婚。可是，他老婆没有跟他复婚，而是嫁给了那个给他出主意的律师。也就是说，
这个老板用生命换来的钱都被那个律师还有他儿子的老婆给骗走了。这各行各业啊，都有这种没有底线的人。那你姐姐给你讲这故事什么意思啊？你姐跟我做过同事啊，她了解我的为人。我接你姐这案子可不是图了她的家产，你姐居然怀疑我？哦不，我姐不是在怀疑你，我姐姐只是担心你是在审时度势。我审什么时夺什么势啊？就是你在等一个结果，如果这个案子打赢了呢，那就顺理成章，皆大欢喜，你会向我求婚的。但如果这个官司输了呢？输了以后，那我姐姐就身无分文了，那我也是一样的，那你就当做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，反正也没有开始。你不要再说了。你跟你姐说，她防着谁都可以，但是她不应该防着我。她这么想我，她就是对我最大的侮辱。你也是。哦，我没有这样想，我觉得我姐姐担心是正常的，毕竟她受了这么大的打击，那谁也没想到自己老公的亲弟弟会算计自己的嫂子呀。你根本就不应该跟我说这些，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呢？我是这样的人吗？你姐姐侮辱了我，然后你把你姐姐侮辱我的话告诉了我。我告诉你是想让你了解我姐姐。我不想了解你姐姐。那你接我姐姐的案子，你就得了解我姐姐的脾气。我现在对接你姐姐的案子一点兴趣都没有。那我呢？也没有兴趣。都有冷漠，欲望勒索。No， 起了火，爱若难破，不安焦灼。No， 着了魔。暧昧后的出卖，最无奈的无赖，寂寞怎么释怀？黑夜没时间让它等待，你打破规则，我当背叛者，无辜的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关于这空间是锁，你躁动狂热，我自由赢的，徘徊在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各自快活。No no no。好，马上就到，马上就到。麻烦你一杯拿铁。啊，29在那儿算吗来杯美式。 30。蓝红。丽娜，